在皇帝战蚩尤胜利了以后，皇帝的帝国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：如何管理日益增多的国士？这时，一个新的智者仓颉出现了。他将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记录各种各样的事宜，开启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篇章。我们今天就来讲仓颉的故事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现在故事要开始了啊！相传在黄帝时期，有4只眼睛的仓颉在皇帝手下当官，负责掌管食物和牲口。仓颉做事认真，头脑也十分灵活，他很快就熟悉了自己分管的工作，很少出差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食物和牲口的储存量越来越多，数量也随时变化，只靠记忆是绝对不行的。但当时并没有先进的技术，这对仓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仓颉为了解决这个困难，想尽了办法。他先是找来了多种颜色的绳子来代表不同的牲口和食物，然后在绳子上打结以代表数量。但时间一长，就出现了新的问题。如果数量增加，在绳子上打结是比较方便的，但如果数量是减少的，那绳子上的结解开却十分麻烦。仓颉只好又改进了结绳的方法。他先是在绳子上打了许多个结，然后用各式各样的贝壳代表不同的事物。数量增加，就在结上挂一个贝壳，减少就摘下来一个。这个方法在当时十分的实用，一用就是好几年。艾玛，你呢？妈妈现在有问题想要问你们啦，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啊。仓颉发现用绳子打结和用贝壳来记录信息后，遇到了新的问题。你们能猜到是什么问题吗？先妮娜来猜猜好不好呀？能不能猜得出来？你猜不出来？艾玛，能不能请你猜一猜呢？没有那么多的贝壳。哈哈，没有那么多的贝壳。哇，事情有好多好多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很棒的答案，很棒很棒，好棒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解决呢？这个问题能不能想象一下？我用另外一些东西，不是只用贝壳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。比方说小石头，对不对？很棒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听故事哈。仓颉很能干，皇帝越来越重用他了。部落的人数增减多少，狩猎所得如何分配，每年祭祀的次数记录，皇帝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了仓颉管理。可仓颉又犯了难，添绳子挂贝壳的方法已经不能再记载这些繁杂的事物了。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这些事打理得不乱不错呢？有一天，仓颉去参加狩猎活动，途中他看到几个老人正在一个三岔路口争论着。仓颉询问后得知，老人们是为走哪条路而争辩不休。
其中一个老人说，东边有羚羊，坚持往东走。第二个老人说，北边有鹿群，就在不远处。最后一个老人说，西边有2只老虎，要及时追上去猎杀，以免错失良机。仓颉很疑惑，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儿的？就继续的询问。原来这几个老人是根据野兽们留在地上的脚印，判断出它们的去向和种类的。仓颉恍然大悟，心中满是喜悦，心想，既然通过脚印可以辨别野兽，那我也可以将我所管理的东西用一种特殊的符号来区分管理呀。他兴奋地跑回家中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符号来代表不同的事物，各种事儿都管理得井井有条。皇帝十分赞赏仓颉的这项发明创造，于是皇帝就让仓颉把这个方法传授给各个部落了。文明的大树在东方大地上生根发芽。久而久之，仓颉创造的符号慢慢发展成古老的文字，史官们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，记录重大的事件。思想家们把文字刻在细长的竹片上，记载百花齐放的文化经典。读书人则把文字刷刷地写在柔软的纸上，积累起一代又一代的思想火花。而我们呢，正在看着这些文字，读着有趣的故事。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讲完了，那我现在有2个问题要问妮娜和艾玛啦。妮娜，你还记不记得仓颉是根据受了什么启发才发明了文字呢？从文字角度，从动物的脚印。然后不让我是动物的脚印，回答得很棒，不让我。艾玛，为什么文字对于我们来说这么重要？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没有文字，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？我们不会写了。那不会写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我们要发明写。要发明一些。你看啊，在这个 laptop 上，这个故事全部都是用字把它记录下来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文字的话，这些好听的故事就没有办法流传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不过幸好仓颉为我们发明了文字，对不对？很棒。好啦，故事讲完了。随着文字的发明创造，我们的历史能够很好的传承下来。有另外一个伟大的人，他也发明了一样东西，为中国的文化添砖加瓦。他是谁？他的发明又是什么呢？下一集我们就来讲皇帝的妻子他的贡献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请继续关注我们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啊！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